听闻叶晨说只要吃上灵药就能根治自己的偏头痛，林婉儿颇为好奇。她知道自己的偏头痛是拜叶晨所赐，所以也很想知道叶晨到底有什么办法，在不向自己渡入灵气的治好自己的症状。叶晨这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散血救心丹，而这颗散血救心丹是后来用太真道鼎炉炼制出的增强版。叶晨看着这颗丹药，向两人介绍道：“这是我很早之前偶然间得到的灵丹妙药，不敢说能起死回生，但包治百病还是没问题的。”说着，叶晨又带着几分心疼地说道：“只是这丹药现在所剩不多，所以得省着点儿，一次吃一半。哦，不对，1/4颗就够了。”说完，他看向克劳迪亚，问他：“有水果刀吗？”“有。”克劳迪亚连忙拿过一把水果刀递给叶晨。叶晨将丹药放在桌子上，小心地切下1/4，随后递给林婉儿，道：“小婉，你把这些丹药吃下去，应该很快。”林婉儿有些将信将疑，她觉得叶晨的丹药大概率不是像叶晨说的是偶然得到，更大的可能是叶晨自己炼制出的。不过她虽然知道叶晨掌握灵气，但不确定叶晨炼制的丹药是否靠谱，于是便小心地问他：“叶晨哥哥，这是直接吃的吗？”“对，直接吃。”叶晨点点头，催促道：“你赶紧吃了吧，吃完就好了。”“好吧。”林婉儿拿起丹药，端详片刻，还是放入了口中。丹药入口即化，精纯的药力也立刻化作一股暖流，随着血流遍布全身，而紧接着那股暖流全部都汇聚到了自己的大脑，就像是将大脑的疼痛开关瞬间关闭一样，所有的疼痛。林婉儿顿时震惊不已，心中感叹：没想到叶晨竟然真的会炼丹药，而且还是这么厉害的丹药，只用了4分就治好了他给我造成的损伤，这丹药的药性真是了不得。一旁的克劳迪亚此时一脸好奇地问林婉儿：“小婉，你感觉怎么样了？这丹药吃了有效果吗？”林婉儿收回心中思绪，装作无比震惊地说道：“我的脑袋竟然一点都不疼了。”说罢，她抬头看向叶晨，激动地说道：“叶晨哥哥，你的丹药也太厉害了。”叶晨自然知道这1/4颗丹药肯定能够治好林婉儿的头痛，但是他心里也很清楚，林婉儿是见过世面的女孩，她能拥有那枚戒指，能被破清会的英主惦记，肯定对灵气也知道一些。自己现在最需要担心的就是她千万不要通过这丹药猜出自己就是在北欧救了她，而她又已经完全记不得了的那个恩人。于是叶晨便随口道：“这丹药也是我走了狗屎运，从古玩街买回来的，现在是吃一点少一点了。”一念至此，他心里忽然想到，如果破清会的伯爵真的来了金陵，林婉儿恐怕就会陷入危险境地。而对叶晨，一旦破清会的伯爵来到金陵，那他一定会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保护自己外公外婆一家人的身上，恐怕无暇顾及林婉儿。到那个时候，林婉儿或许就只能自求多福了。想到这，叶晨沉思片刻，将手里那剩下的丹药递给林婉儿，开口道：“我看你大概率还是没有适应金陵的事，说不定这种偏头痛以后还会再犯，要不就剩下的丹药就送给你了，你好好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眼看叶晨递来丹药，林婉儿顿时一怔，她知道叶晨给自己服用的丹药绝非凡品，能给自己1/4颗已经是莫大的恩惠，而且叶晨铺垫了一直在说这丹药很珍贵，林婉儿也能看得出叶晨原本并没准备把剩下的丹药送给自己，可是眼下叶晨忽然把丹药递了过来，搞得林婉儿也有些措手不及。回过神来之后，她连忙摆手道：“叶晨哥哥，你的丹药这么珍贵，我不能收。”叶晨看着他，心中对他也忽然有几分怜悯。这女孩一直躲避破清会的追杀，想来已经非常艰难，没想到很可能又要被破清会找到踪迹，想来也是命运多舛。于是他便自嘲地笑了笑，说道：“说是珍贵，
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了。我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而已，这已经切开了也不好保存，你还是留着用吧。”这一刻，林婉儿从叶晨的眼神中看出了他眼底藏着的那份怜悯，这让他心里忽然有些忐忑，不禁暗忖：他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这时，一旁的克劳迪亚不知这丹药有多珍贵，只知道叶晨对林婉儿一片好心，于是便开口道：“是啊，小婉，你就把这药收下吧，明天就要开始军训了，万一你再犯偏头痛的话，肯定坚持不下来了。你把这药留着，再头疼你就再吃1/4。”叶晨也坚持道：“小婉，克劳迪亚说的对，这丹药你就先留着，毕竟你比我可能更需要它，而且如果克罗地亚，你也可以把丹药给他服用，算是给你们俩都多了些保障。”林婉儿沉默片刻，轻轻点了点头，郑重道：“叶晨哥哥，谢谢你，客气了。”叶晨见他收下丹药，也不禁松了口气，在他看来，自己也就能为林婉儿做这么多了。回春丹自己倒是也有随身携带，但是林婉儿见过世面，自己实在不敢把回春丹送她，所以这3/4颗增强版的散血救心丹就当是给她的一份保障了。眼见时候不早，叶晨便站起身来，对两人说道：“行了，既然小婉已经没事儿了，我也该回去了。”克劳迪亚心中有些不舍，忍不住问：“叶晨哥哥，你刚来就要走啊？要不要再坐一会儿？我去给你倒杯水喝。”“不用了。”叶晨微微一笑，说道：“你们女生寝室，我一个大老爷们在这里停留太久也不太合适，要是再等一，估计宿管阿姨该上来赶我了。”说着，叶晨想起什么，又叮嘱道：“哦，对了，你们俩明天就要开始军训了，军训是很辛苦的，所以这段时间如果你们俩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尽量不要离开学校。”克劳迪亚听不出叶晨的话中深意，下意识地点头说道：“叶晨哥哥，我已经跟李阿姨还有小芬姐说过了，军训的这2个星期，我就待在学校，哪也不去，也不回去住了。”一旁的林婉儿猜出叶晨可能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否则也不会将剩下的丹药留给自己。虽说她不知道叶晨担心自己安全的具体缘由，但她还是开口道：“叶晨哥哥放心，我这些天也都在学校，那就好。”叶晨稍稍松了口气，他觉得大学这种相对闭塞的小环境其实是很容易藏匿身形的，只要林婉儿这段时间不要离开金陵大，就算是破清会的伯爵来了也很难找得到他。而自己也已经让张二谋放出了诱饵，一旦破清会的伯爵真的来到金陵，自己一定会找准机会将其击杀。只要林婉儿不被对方发现，就不会有什么危险。2个女孩子一起将叶晨送到楼下，虽说2人各有心思，但与叶晨告别时，心中竟都有些不舍。叶晨坐进车里，心中还觉得有些不妥，于是便放下车窗，对站在克劳迪亚身边的林婉儿说道：“小婉，你记一下我的手机号，如果有事情的话就直接联系我。”林婉儿一愣，随即连忙点了点头，感激地说道：“好的，叶晨哥哥。”说罢，他掏出自己的手机，将叶晨口述的手机号记了下来。叶晨又对克劳迪亚说道：“克劳迪亚，你也是，有事记得第一时间跟我联系。”克劳迪亚甜甜一笑：“我知道了，叶晨哥哥。”叶晨放下心来道：“行了，你们回去吧，我走了。”说罢，发动汽车驶离了金陵大学。回寝室的路上，克劳迪亚有些失落地说道：“哎呀，也不知道像叶晨哥哥这么好的男人，这世界上还有没有？”林婉儿眉头紧锁，心中一直在想事情。听到克劳迪亚的话，她下意识地说道：“想找到第2个应该不太可能，不过你要真喜欢他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争取。”克劳迪亚羞臊地说道：“小婉，你胡说什么？”林婉儿微笑道：“你都恨不得把爱慕2个字写在脸上了，还好意思说我胡说？”克劳迪亚紧张地四下看了看，见没其他人，才压低声音对林婉儿说道：“小婉，这
这种话以后千万不要乱说了。就算我对叶晨哥哥有爱慕之情，又能怎么样啊？叶晨哥哥已经结过婚了，我也只是自己感慨一下而已。林婉儿点点头，这就是古人说的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说到这，林婉儿神色复杂的悄悄叹了口气，随后连忙调整过来，笑着说道，不过他结过婚也不要紧，你还可。克劳迪亚羞臊地说道，你怎么净瞎说啊，越来越没谱了，故意调侃我是不是？林婉儿一脸认真地说道，我没有调侃你呀，我说的是真心的，100%真心的，你既然喜欢他，只要他也做大做小又有什么区别？克劳迪亚羞得脸通红，不敢看林婉儿，悻说道，你这就是三观不正。林婉儿诧异地问道，我有吗？人活一辈子，难道不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吗？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但又不能跟着，那你这辈子恐怕都不可能开心的起来了吧？克劳迪亚认真道，就算开心不起来，也不能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啊。林婉儿摇头道，我说的是融入就是把你变成他家庭的一份子，这不是破坏。克劳迪亚又惊又骚，慌乱地推开寝室房门后，直奔卫生间而去，口中念叨着，你的三观太歪了，我不跟你说，先去洗澡了。林婉儿看着他的背影进入卫生间，用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嘀咕道，这哪里有什么三观不正，人类文明一夫一妻制不就是最近这几10年才有的吗？说罢，他摇了摇头，口中又嘀咕道，对了，叶晨给我丹药，又叮嘱我最近不要离开金陵大学，我估计他一定是觉得我近期会有什么危险，难道破清会的人已经到金陵了？可是这也不应该啊，我这次来华夏的全程这么谨慎，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暴露自己？想到这，他连忙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那9枚铜钱，最后爬到自己的床上，默念几声，将9枚铜钱丢在床。他盯着9枚铜钱呈现出来的卦象看了许久，心中更是疑惑，从这卦象来看，我近期也没什么危险啊。林婉儿心中更是诧异，是不是叶晨多虑了？就在这个时候，林婉儿心里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紧张感，她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心中惊呼道，叶晨觉得我一定是他知道破清会的人可能会来金陵，既然我没有暴露，那难道是叶晨要暴露了？随后他双眼紧盯着9枚铜钱，心里忽然咯噔一下，不好，叶晨有危险。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